应中方邀请，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于3月27号起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6天的正式访问，期间将到访广东、广州、海南、博鳌以及北京。这是他时隔4年后对中国的又一次访问。时值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之际，李显龙在行前表示，新加坡非常重视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并就中美关系表态称，世界经不起中美冲突。当天中午，李显龙一行抵达广州，这是他任内对广东进行的第3次访问。新加坡与广东联系密切，在贸易往来、人才交流、科技创新、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合作成效明显。2014年，李显龙在访华期间造访了广州、深圳2市的高新技术开发区和科技企业。他在临行前接受广东媒体采访时感慨，每一次来广东都能看到新变化，并表达了希望借访问机会与广东省领导共同探讨进一步加强双方合作关系。根据新加坡总理公署26号发布的公告显示，此次访华，李显龙将在广东会见部分新加坡籍人士；在海南，李显龙将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23年年会开幕式并发表讲话，同时出席该年会为外国领导人举行的正式午宴。今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的主题是“不确定的世界，团结合作迎挑战，开放包容促发展”。在北京，李显龙将与中方领导人会面，并出席相关欢迎仪式和午宴活动。陪同李显龙访华的有其夫人何晶、外交部长维文、贸工部长严金勇、卫生部长王以康等官员。中新关系是中国外交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双边关系它具有一些非常突出的一些特点。新加坡和中国我们都是华人国家，所以相互之间在文化上，在这个治国理念上是有比较相通的方面。所以两国呢长期以来都进行很多的相互的理解、相互的这个学习，而且相互的作用，所以使得中新关系呢有着非常突出的一个典范性的作用。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7号表示，李显龙此次访华将提升中新关系发展。李显龙总理是来华访问最多的外国领导人之一，此次是他时隔4年再次来到中国。中国和新加坡互为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两国务实合作走在地区前列。中方期待通过此访，推动中新关系提质升级，推动两国合作朝着更高质量发展。访华前夕，李显龙接受央视记者专访，谈起中新关系时指出，毫无疑问，中国的发展给东南亚带来了巨大的好处。对几乎每个东南亚国家来说，中国都是最大的贸易伙伴，新加坡也是如此。这是一个巨大的经济机遇，新加坡非常重视与中国的贸易关系。In the early years, I think we were perhaps moving faster than the others in developing the economic relationship. But as the other countries have established their links, so what is our role? Also, I think Singapore, we articulate more explicitly what it is which is at stake in develop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and maintaining peace, stability, and prosperity in this part of the world. And we hope that by speaking up that way, we can exercise some modest influence to encourage countries to think about the opportunities and the risks in the international scene and work together to take advantage of one and avoid the other. 中国东盟的合作，实际上新加坡在里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新加坡呢，我们说它是这个东盟的大脑，而且是东盟里边的发达的一个经济体。所以中国和东盟的合作呢，实际上通过和新加坡的这种双边的，或者通过新加坡在和东盟的周边、新加坡的周边国家的合作，那么这里边呢，中新合作，那么可以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中美关系，李显龙也多次发声，他数次对美国对华脱钩发出警告，认为美国对华遏制的举动非常危险，会显著破坏地区安全与稳定，拖累全世界。李显龙呼吁中美两国建立联系，希望局势能够稳定，不发生任何意外，由此再逐渐改善关系。他称，世界无法承受中国与其他国家发生冲突，尤其是中美之间的冲突。美国呢，总想把新加坡作为他的战略伙伴国拉向美国一边，但是新加坡的立场非常明确，在中美之间不选边站队，而且呢，明确的还告诫美国方面不要
对中国进行激烈的对抗和冲突，因为这样做不符合地区的和平稳定，更不符合东南亚国家的这么一个推动东亚区域合作和亚太整合的这种外交的这种努力。所以实际上，它对美国的这个对华政策呢，可以起到一种牵制的作用。值得一提的是，在李显龙访华之后，中国或将迎来新一轮主场外交热潮。除了因肺炎而推迟访华的巴西总统卢拉外，西班牙首相桑切斯、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法国总统马克龙、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欧盟主管外交的高官博雷利、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等纷纷确定或释放出寻求访华的信号。分析认为，外国政要密集来访，反映了中国所坚持的开放、协商、共赢的态度与发展方向受到了世界的认可。中国也在地区及国际政治中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作用。美国副助理国务卿华自强一行也进行了相对低调的访华行程，在香港、上海、北京等地，美国国务院高级外交官员与中方学界、商界人士密集会面，都谈了些什么？华自强主管的美国国务院新设部门中国事务协调办公室有着怎样的背景？近2年，美国多个政府部门专门设立中国组，究竟在谋划什么？来看看报道。在诸多国际政商学界人士齐聚北京之际，商务部部长王文涛相继会见宝洁、康宁、辉瑞、高通、奔驰、宝马、苹果等多家外企高管，他们均对中国扩大开放所带来的机遇充满期待。而不少企业家也在近期走访中国，包括三星电子会长李在镕就在近日视察了三星位于天津的工厂，这也是他时隔3年再访中国。2020年，李在镕曾视察三星位于西安的半导体工厂。在各国多位商界、学界资深人士来华交流互动之际，一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外交官员也开启了他相对低调的访华行程。这位名叫华自强的美国副助理国务卿，在刚刚过去的1周率队访问了中国香港、上海、北京等地，与中方学界、商界人士密集会面交流。3月22号，华自强一行访问了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同该院院长陈东晓、学术咨询委员会主任杨洁冕会谈交流，双方就中美关系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深圳卫视记者注意到，美方一行人还包括美国驻上海总领事何乐进、副总领事戴德年、政治经济处处长史玲、政治领事厉安东等。在北京，华自强于3月25号上午应邀访问察哈尔学会，并与该学会专家学者举行闭门午餐会，就中美关系和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据悉，华自强一行还会见了其他中方人士，但未见公开信息，更多行程和细节暂不明晰。但外界注意到，这是去年12月以来美国高级外交官首次访问中国。香港南华早报援引学者分析称，此行是中美双方工作层级沟通的一部分。肯定是有涉及到与中国的相应的官员之前进行这个下一步关于两国接触和对话的这样一些沟通。那么同时呢，也涉及到他需要希望能够广泛的接触中国的这个民间社会包括智库包括一些民间组织包括商界人士，来进一步的了解这个情况。而且他这次来呢，是在我们两会开完之后过来，实际上也还是希望能够一定程度上通过与新一届的这个政府打交道，了解最新的这个情况、最新的发展包括中方对于中美关系下一步发展的一些看法。张腾军认为，尽管中美关系面临很多困难，但华自强此访表明美方还是希望一定程度上保持双方的沟通和交往。值得一提的是，此次访华的华自强除担任美国国务院副助理国务卿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身份——美国国务院新成立的中国事务协调办公室负责人。该机构成立于2022年12月16号，由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本人主持设立。成立时间点正是去年11月中美领导人巴厘岛会晤后。中国事务协调办公室自成立后就被非正式地称为 China House， 由60至70人组成，华自强主管，日常向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及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康达汇报。深圳卫视记者注意到，在中国事务协调办公室启动仪式次日，舍曼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相关的照片。
照片里，布林肯与舍曼共同为新成立的中国事务协调办公室剪彩，而站在布林肯身后打着红色领带的正是该办公室的负责人华自强。在美国国务院官方网站上，深圳卫视记者翻阅到了华自强的简介。作为美国国务院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局的副助理国务卿，华自强主要负责中国大陆和台湾事务的协调。他对中国的理解应该说，在美国国务院内部我是一个中国通类型的。作为一个中国务的负责人，其实更重要的，它不是一个决策的一个功能，它更多的还是提供信息，向上面反馈意见。同时呢，更重要的是执行，更多的是协调各个部门如何更有效地推进对华政策。事实上，华自强现在负责的中国事务协调办公室是取代此前美国国务院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办公室框架下的中国事务部。虽前后两个机构都由华自强统管，但据专家与媒体分析称，这次改组使其层级超越了以往架构，成为美国国务院下跨局处的任务编组单位，显示了美国政府整合外交资源、加大对中国关注的决心。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称，启动中国事务协调办公室旨在确保美国政府能负责任地管理与中国的竞争，为美国对华政策和战略的成功实施提供人才、工具和资源。声明还提到，中国是我们面临的最复杂和最重要的地缘政治挑战，协调改组有助于美国更好地与盟友合作。外界注意到，在美国国务院设立中国事务协调办公室之前，美国多个政府部门已经设立了类似的中国组。2020年5月，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卡锡宣布成立共和党的中国特别工作小组。2个月后，美国国土安全部又成立了一个中国工作组。2021年3月，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下令设立的中国工作小组开始运行。当年10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宣布将设立辐射中情局所有任务领域的中国任务中心，而这些机构共同的特点都是重点炒作中国威胁论。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美国政府从特朗普到拜登比较明显的一个趋势，就是说在对华战略竞争方面要加强全政府式的应对，是为了要在系统的层面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的了解以及政策的设定。那么另外一个点呢，我觉得不同的点就在于各个部门都有它的指向，带有比较明显的部门这个利益的偏好的，他们是存在一定分歧和竞争的。面临巨大压力的台外事部门负责人吴钊燮将责任推至洪都拉斯头上，声称对方此前向台湾提出近25亿美元的金援，以此抹黑大陆。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7号澄清，洪都拉斯决定同中国建交不设任何前提。洪都拉斯决定同中国建交是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做出的政治决断，不设任何前提，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台湾当局惯于施展金钱外交，我们想告诉台湾当局，台独是死路一条，金钱外交没有出路，任何逆历史潮流的图谋注定会以失败告终。毛宁指出，建交不是交易筹码。近几年来，巴拿马、多米尼加、萨尔瓦多、尼加拉瓜等国相继同中国建交或复交，均不附加任何前提条件。中国和洪都拉斯建交也同样如此。中国和洪都拉斯建交之后，中方将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秉承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精神，积极推动同洪方各领域互利合作，助力洪都拉斯经济社会发展，为当地人民带来福祉。我注意到，蓝厅记者们都十分关注中国和洪都拉斯建交后，两国未来将在哪些领域开展合作。外交部在今天的记者会上首次提及了教育领域的交流。据了解，洪政府将为目前洪在台奖学金生的去向寻求大陆帮助。发言人毛宁在回答深圳卫视直新闻提问时表示，只要他们愿意转到大陆就学，中方愿意全部接受，并以此为新的起点，拓展两国人文教育的交流合作。在岛内正面临巨大压力的台外事部门负责人吴钊燮26号在记者会上为自己疯狂辩解，并发下豪言会负责。有关于我个人政治的责任的问题，我相信跟我相处过的我的长官、我的同仁都知道我认真和负责的态度。那有任何的责任的话，我绝对不会回避。事实上，在吴钊燮任内，台当局已失去7个所谓邦交国。
吴钊燮也因此被台湾舆论戏称为断交负责人，台当局在南美洲唯一的所谓邦交国，面积超过40万平方公里，是台当局仅剩的13个所谓邦交国之中面积最大的。巴拉圭还是台湾第2大牛肉进口地，仅次于美国。2020年4月，巴拉圭反对党议员联署提案，要求立刻与大陆建交。结果在出席的41人中，25票反对，16票赞成，双方仅差9票，被外界认为是个重要信号。台湾《中国时报》本月18号称，巴拉圭即将于4月30号举行总统大选。反对党的候选人埃里格里1月11表示，若胜选将与大陆发展关系。尽管他后来改口称，若要继续支持台湾，就要得到更多承诺，但因此仍然不能排除其当选后跟台湾断交的可能性。吴钊燮26号对此打下包票称，台当局与巴拉圭的关系不会出问题。跟巴拉圭之间的关系是不会有问题的。反对党的候选人虽然说在选举的过程当中有提出一些说要检讨他们外交关系的这些话语，可是在上个礼拜有巴拉圭的这个反对党的领袖到台湾来也跟我们说明说那个不是他们政党的这个政策。吴钊燮发言听起来斩钉截铁，但台媒注意到他的小动作泄露了其不安的心情。整场记者会都捏着转着手中的笔，这与之前他在相同场合的表现非常不同。我们看到这个巴拉圭这个国家，它其实跟这个洪都拉斯相比，它这个体量很大，然后它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农业的大国，它无论是大豆生产还是这个牛肉生产，它都是非常有实力的。那么我想它在未来的这段时间中，它肯定也是在这个农产品出口上会更加的倚重这个中国的市场。所以说我认为在这个中长期看来，巴拉圭跟中国建交还是有很大希望的。美国《纽约时报》评论称，洪都拉斯的决定既是对台湾的打击，也是美国通过在中美洲的影响力协助台湾避免被大陆所谓孤立的一次挫败。文章还提到，在洪都拉斯总统卡斯特罗14号宣布将寻求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后，美国总统拜登曾派出特使前往洪都拉斯，但没能改变结果。或许是因为对美国的失望，吴钊燮26号竟然让记者直接去问拜登政府，有没有跟美方那边有任何相关的沟通。美国角色的话，我想你这个问题非常好，可是可能你要去问美国政府比较好一点。26号，美国在台协会为了挽回面子，表示该协会强烈鼓励所有国家扩大同台接触。那洪都拉斯与台湾断绝所谓邦交关系一事，又反映了中美什么样的博弈态势呢？毫无疑问，在两岸外事领域的争夺战，或者说在维护台湾的所谓国际空间上，美国早已赤裸裸地从幕后跳到了前台。台湾的所谓国际空间问题，已经成为了中美直接博弈的战场，成为了检验中美国际影响力的一个重要指标。1年多以前传出洪都拉斯有可能要跟台湾断交的消息的时候，美国就使尽了浑身解数加以阻止。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为了阻止中洪建交，拜登政府更是专门派出了一名高级特使出访洪都拉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最终仍能无力回天，这背后发出的信号就是，美国根本就没有能力维护台湾的所谓国际空间。当然，美国这样做也不仅仅是为了台湾，而是在极力维护自己的后院中南美洲。就拿洪都拉斯来说，洪都拉斯虽然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但是其在政治、经济与安全上都对美国依赖非常的深。美国不仅是洪都拉斯最大的贸易伙伴，长期以来在打击毒品贸易上对洪都拉斯帮助非常大，而且美国还在洪都拉斯建有中美洲最大的军事基地。因此洪都拉斯不听美国的劝阻，决心跟中国大陆建交，实际上也就意味着洪都拉斯等中南美洲国家不甘心自己被当作美国的后院。来关注俄乌局势。3月24号，丹麦、芬兰、挪威和瑞典宣布将联手运营一支总共大约包括250架战机的机队。有消息指，这将超过法国的约230架战斗机，仅次于俄罗斯部署在欧洲大陆的约700架战机，成为美国的欧洲盟国中最大一支战斗机部队。在宣布该决定的次日，普京接受俄罗斯24电视台采访，表示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已同意将在白俄罗斯领土上部署战术核武器，以应对英国发表关于对乌克兰提供贫铀穿甲弹的声明。
北约及其预备队员从欧洲北部的上空加快了封锁俄罗斯的脚步。3月24号，丹麦、芬兰、挪威和瑞典4国宣布将联手运营一支总共大约包括250架战机的机队。此前，在德国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他们签署了第一份组建北欧空中战机联队的意向书。值得注意的是，其中2个签署国芬兰和瑞典并不是正式的北约成员国。但北约空军司令詹姆斯·赫克将军出席了在德国空军基地签署这份意向书的仪式。他还明确表示，这个新的联合战斗机编队将在功能上融入更大的北约作战司令部。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北欧4国中，挪威拥有57架 F-16战机和37架 F-35战机，还有15架 F-35战机在订购中。芬兰订购了62架 FA-18大黄蜂战机和64架 F-35战机。丹麦订购了58架 F-16和27架 F-35。瑞典则拥有90多架鹰狮喷气式战机。有报道指，这4个北欧国家的联合战机编队将有大约250架战机可供使用，这将超过法国的约230架战机，仅次于俄罗斯部署在欧洲大陆的约700架战机，成为美国的欧洲盟国中最大一支战斗机部队。据美国防务新闻介绍，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由250多架现代前线作战飞机组成北欧联合空军的概念，就成为北欧各国政府定期讨论的主题。但瑞典和芬兰的不结盟立场成为推进这项谈判的障碍。然而，随着去年5月芬兰和瑞典申请加入北约北欧小分队的共同行动计划复活了。尽管目前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的申请被土耳其和匈牙利搁置，但这个北欧4国战机联队依然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丹麦国防部发表的声明说，北欧联合空中机队的最终目标是根据已知的北约方法，开发一种北欧联合空中作战概念，从而使4国能够作为一支部队无缝的协同作战。挪威空军司令罗尔夫·弗兰德少将称，这支空中机队将成为建立一个联合北欧空中作战中心的基础。他还表示，该中心的指挥结构还可以容纳美国和加拿大。有报道指出，这支联合空中机队将成为俄罗斯的心头大患，因为北欧4国拥有西方最先进的战机，而且丹麦、挪威、瑞典、芬兰跟俄罗斯西北部非常接近。可以预测，俄罗斯空军接下来在波罗的海及北极上空面对的挑战将会更多。这4个国家里面有2个国家是北约的成员国，就是挪威和丹麦，还有2个呢是中立国，瑞典和芬兰，但是他们现在已经申请加入北约，所以这4个国家组建空军联合部队，是北约在后面起了很重要的一个作用。美西方出招的同时，俄罗斯也没闲着。综合塔斯社、消息报等多家俄媒当地时间26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俄罗斯1电视台节目中解释了自己决定前往马里乌波尔的原因，称此行的时机早已成熟，有必要以这座城市为例，了解重建工作的进展情况。普京还自曝马里乌波尔之行中唯一违反的规定是开车时没系安全带。普京本月早些时候曾乘直升机抵达马里乌波尔，他视察了马里乌波尔多个地点，并与当地居民交谈。他还驾驶车辆沿着城市道路行驶，并在数个地方停留。马里乌波尔具有很大的一个象征意义。我们知道，在乌克兰东部的战斗中，有2个城市进行了非常激烈的战斗，一个就是马里乌波尔，一个就是巴赫穆特。那么，普京总统本人亲自访问马里乌波尔，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考虑是提升个人的形象，然后呢，鼓舞当地驻军和民众的这种信心。一个国家的总统能够亲自到前沿去视察，那么这本身是提升士气、提升信心、提升个人形象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政治宣示。此外，俄罗斯总统普京25号表示，应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的要求，将在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器，最迟7月1号完成建设储存设施。普京补充说，俄方此举是由于英国发布关于对乌克兰提供贫铀穿甲弹的声明。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科比26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美国未看到俄方转移核武的迹象，也没看到其有任何意图在乌克兰境内使用核武。I can tell you that we've seen nothing that would indicate Mr. Putin is preparing to use tactical nuclear weapons in any way whatsoever in Ukraine. And I can also tell you that we haven't seen anything that would cause us to change our own strategic nuclear deterrent posture. 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您好。挪威、瑞典、芬兰及丹麦签署意向协议，北欧4国250多架战机将统一编组，联合成军。那么这一罕见动作意味着什么呢？对于北欧局势有什么样的现实影响？我注意到4国空军司令上周5签署的是意向协议，那这是否意味着北欧4国的空军就此合并成军？包括未来一旦共组战机联合编队，如何来统一指挥，军事指挥权在4国之间如何来分配协调，还有一连串的问号与细节，那么等待厘清细化。但是呢，至少从现阶段的表态来看，4国空军确实展现了整编200多架先进战机联组成军的意愿与姿态。所以丹麦空军司令叫 Jan Dam， 他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就强调说，4国整编空军的这个战机联队，它的实力呢堪比欧洲任何军事大国。丹麦空军也向彭博社发布声明称，最终的目标将会依照北约战法，也就是所谓的 NATO methodology， 发展北欧联合空中作战的概念，来进行无缝衔接式的协同军事行动。那么丹麦空军司令毫不讳言，4国空军联军将会以此来强化对俄罗斯的威慑。那么这也是对俄打响对乌军事行动的所谓反应。所以4国空军未来一旦联手成军，必然构成继瑞典和芬兰申请加入北约之后，北欧的这个战略版图重构又一个重大事态，也将会越发加剧俄罗斯所谓的 new worry， 也就是新的安全关切。进而言之，这也意味着北约在俄罗斯的西向再度强势进逼。特别要指出，4国空军司令签署这个意向协议，选在美军驻德国的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而北约盟军的空中司令部司令兼美军驻欧非的空军司令叫 James Herker， 这个4星上将呢也到场见证，所以态势非常清楚。4国空军携手显然是美军主导北约全力推进的一个结果。那么鉴于瑞芬加入北约只是时间问题，未来北约内部将会出现类似北欧4国空军联军的这样的更加紧密的小圈子式的武装，所谓同盟类的同盟，那么对俄定向军事施压的这个力度就更强，也是更加咄咄逼人的军力东扩。那么这在多大程度上会引发俄方的反弹与反制，值得关注警惕。俄总统普京上周6在接受俄电视台采访时表示，考虑今夏在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引起美西方强烈反弹。乌克兰更要求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商。您对此如何分析？我们不妨做个对照。我认为西方媒体对普京总统的核弹部署说与北欧4国空军的这个联手成军完全是两极式的反应，这很耐人寻味。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是啥地方呢？北欧空军司令为什么要挑在这里来签字联手呢？这个基地它是美国防长奥斯汀的所谓德国主场，多次在此召开40多国的联结大会，商讨对乌克兰的军援计划。还不妨多想一层，既然普京战术核武说引起这么大的强烈反弹，那么北欧4国联合空军又是美国主导北约鼎力推动的一个结果，那么未来美国会不会像在北约盟国比利时、意大利、荷兰、土耳其那样，把战术核武前置部署到北欧4国呢？这可是被美国战略大师米尔斯海默猛烈抨击定性为以木棍来钻捅北极熊眼的危险行径但是如此可能性能够被排除吗？美方既然如此关切俄方核动作，愿不愿来就此做出澄清呢？回到俄罗斯总统的电视说法，战术核武入白俄，这到底是正在推进的战略部署，还是旨在抗压的信息战、认知战的动作呢？我认为实际上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没错，普京谈到正在白俄建造所谓的战术核武的存储设施，但是俄罗斯在加里宁格勒飞地建设的核武存储设施已经落成7年了，如今在飞地有战术核武存在吗？去年2月，俄罗斯打响特别军事行动之际，普京曾下令俄军的这个核力量处于高度警戒状态，
这明显是比上周六的这个电视访谈效力强得多的一个正式的动作。但是呢，实际上美方并没有监测到俄方核武有任何的异动。我认为，如果从心理战、认知战的角度，其实是有更大的解读空间的。一定程度上，俄罗斯再次被逼到了墙角，不仅是北欧4国空军的高调联手，也包括德国、奥地利、爱尔兰以及克罗地亚等等欧洲国家。上周先后有部长级的人物出来喊话，声称将会执行国际刑事法院针对俄罗斯元首的所谓逮捕令。而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前总统梅德韦杰夫上周猛轰德国司法部长，强硬喊话，德国一旦执行逮捕令，就是对俄罗斯宣战，俄方将会千弹齐轰柏林国会与总理府来做强硬报复。那么对普京涉核的这个强硬表态，实际上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解读。我还是坚信中方反复强调的核战打不得、核弹动不得的这个坚定立场，被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国际社会普遍认同并且接受。现在的关键追问就在于，把俄罗斯这样一个核大国逼进墙角，甚至持续以木棍加力挑演，搞所谓的挑衅，真的不考虑后果吗？好的，也谢谢管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